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两位对于我们硅谷 AI 人才争夺战非常有跟踪和研究的朋友哈。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唐磊啊，唐磊是发比多 AI 的 co-founder 和 CTO。唐磊你好。大家好，上次上你的节目已经是1年前了，哎呀，很高兴回来。时光飞逝哈。啊，呃，另外一位是 Rita 啊，Rita 是在硅谷高科技公司担任 Senior HRBP。Rita 欢迎你。谢谢你，很高兴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哎，没有没有，我们要向你学习组织架构啊、人员的调整啊这些方面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吧？跟我们今天的想要聊的话题也挺有关系。嗯其实很多朋友们最近如果 follow 一些 news 的话，也都知道，Meta 从上半年开始在 AI 人才争夺战这一块儿是下了血本的啊，先是用上亿美金的薪酬去挖人啊，然后他们的 Lambda 的开源的项目，然后效果他们的第4代效果也不是很好，然后又进行很多的内部的组织调整啊，然后到前段时间又裁了600个位 AI 研究的 researcher。包括非常知名的一些我们华人的朋友在里面，像田园栋等等，也是在业界掀起了很多的波澜。包括 The Latest 杨丽坤对吧，也是离职了。所以这在整个硅谷圈都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当然我们说实话，不了解公司内部的情况哈，也没办法去指手画脚。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我其实非常好奇，你说一个公司哈，说花上亿美金的大价钱去挖人，这个人挖回来以后，能跟这个公司里现有的团队好好合作吗？就是说，当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这是一个 rational 的一个 decision 吗？这个现有的同事会怎么看这个事儿，对吧？怎么以什么心态跟这帮人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个事情都非常的难以想象。嗯，我不知道 Rita，你从HRBP 的角度，从一个公司管理的层面来说，你觉得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或者说在内部的这个管理上，会有什么需要来注意的地方吗？嗯，你刚才提的几个点，其实都是我们平时想，就说组织架构也好，或者人员调整也好，都需要去考虑的。就是说，到底呃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跟这个土壤到底会不会那个结合的比较好，还是怎么样，对吧？然后，特别是在这种很明显的薪资福利方面待遇大家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会老人和新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 dynamics 是吧？是我们都嗯非常关心的。那我可能想往后退一点，可能是想说，可能组织他会先看说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不知道，我不是很确定 Mark Zuckerberg 怎么想的，只是从外面看起来的话，感觉上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Llama 4不是特别的成功，然后感觉他在开源这一块做的大数据模型已经明显的处于有点落后的境地了。那对他来说，可能是需要一个绝地反击的一个机会。那他可能这是他现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的话，他可能在他的做决策的那些criteria 里面，可能说团队之间怎么合作或怎么样，他肯定会考虑，但不见得是他的最高的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 criteria。所以他可能，如果我猜测，可能是说他需要来一个比较怎么说 fundamental 的一个 change，呃，而不是说一个渐变的啊。嗯哼。他是不是我更多的也展示了他的一种决心，就是我就是现在要死磕这个领域。我不管花一切代价，我都要来花大力气来做这个事，更多的是一种表态，一种姿态，而不是说从组织架构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对吧？
对对对，我都不觉得他是要表态了，他就是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改变，来改变他的现状。嗯嗯。哎，唐磊，我知道你也招人嘛，你也招engineer，你会花高于这个现市场很高很高的价格去挖人吗？去这么做吗？我们公司还比较早期啊，就是嗯说可能 equity 上可以 make a exception，但是我觉得大公司跟小公司不一样吧，就是考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确实从人才的角度而言，你找到一个对的人，或者是这么 top talents，它能造成的影响确实是不仅仅是 10x、100x。就像现在，比如说你看 Meta 他们招的这些人，什么100 million的三牙 bonus，或者是什么几个300 million 4年的这个 package，对吧？这个首先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哇，这个真是惊天大包裹啊！这个难得我们这种怎么讲呢？做技术的人可以就是跟什么 NBA 或者是球星的感觉球的明找到了。球星啊，对吧？我们也能拿这个价了。对啊，这个是确实比较欣慰，就是在硅谷能够这个人才已经能够捧到这个价位了，这确实不容易啊。然后，但是你退一步想的话，就是说，从 Meta 的角度而言，他花这个钱是不是值？我个人觉得是值的。就是说，首先从个人角度而言吧，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好的一个 AI researcher 或者是一个 leader。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对吧？就是说，比如说在没有他们这个 ASI 或者 TBD，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 lab 叫他们那个组织叫什么，好像叫 TBD 吧。然嗯后在小扎开始挖人之前，你 Facebook 已经有这么多人在做 Gen AI，然后plenty of resources，已经可能花了几个 billion，就是啊、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来 build 这种 data center by GPU，然后几百人、上千人。但是这么说呢，就是说在 Llama 3，就是 Llama 3，其实那时候 Facebook 还是非常风光的，就基本在 open source 算是排行老大，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就是第一吧。然后嗯，真正的转变就是从 DeepSeek 出来以后对。，DeepSeek 出来以后就整个哇，大家都觉得就是一下子被 surprise 了，就是因为一开始觉得中国整个在这个 LM 方面比较落后嘛，然后整个 我 open 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很多做 AI 的这个 engineer 都是周末要回公司加班研究 DeepSeek。对呀，而且号称只花了非常少的钱就把整个 model 给训练出来了，这无十分之一都不到啊。对啊，嗯，嗯，这无疑是给，我觉得就是说白了，无疑是给整个在 Facebook 做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就直接打脸了，就是你这么多人，这么多资源，但是没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很可能是 organization 上的这个 process 或者 decision making 的原因。但是就是说，后来他们 release 了 Llama 4以后，就整个在这个 AI 这个 community 就是一点水花都没有，反而是更多的是有更多的是质疑吧，就是说他们刷版然后实际用那个 model，然后效果不好，然后本来还有一个更强的 model 说要 release，反正现在也不了了之了，对。然后做那个就是领头的人也已经走了，对吧？然后，所以就是说，你已经花了那么多钱，那次可能好几个 billion，对吧？你没做出来，那你必须要想一个新的办法。你是愿意把这个钱继续投入在现有的这个团队上，让他们把这个东西折腾出来呢，还是你想另辟蹊径？我觉得这就是看这个公司的 CEO 或者 founder 他怎么想的了，对吧？嗯啊、这个小扎他当然很有魄力了，他就说我就直接砸100 million、200 million，我先把这种 top talent 招过来，它本身也是一个 branding 的效应嘛，就是说branding 的效应呢，它自然可以 attract 到一些更多的 talent，它有个滚雪球的效应，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考虑吧。另外就是说我从这个 AI researcher 或者是这种 engineer 的角度而言，就是说
一个好的在 AI 他比较懂的人的话，他确实能够让你少买，比如说成千上万块 GPU，本身上就是说而且能够让你训练的时间少走弯路，对吧？就是你训练大模型的时候少走弯路，省下来的这些 computing resources 本身它也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 dollar，对吧？所以你与其把钱花在买 NVIDIA 的 GPU 上，你花一些钱来找到这个对的人，来找到这个能够领头的人，然后把这个事情方向走对，这实际上帮你走了弯道的就是少走了弯道的话，反而就是对你来说效益可能更好一点。嗯，我对觉得你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我花1个亿挖了这个人，对吧？但是他不管是从效率上，还是从就比方说 GPU 的使用率上，能够给我省下，对吧1个billion，对吧？那我肯定是划算的，对吧？但关键就是说，他要有能够这样能够 deliver 的这个 result。对对吧？我觉得很多人光看到，哎呀，对吧？这些人都是拿1个亿的包裹，哇，好爽，对吧？其实你要想拿着这些包裹的人，他默认就是你要为公司挣超过这个多少多少倍的钱回来，你才能够拿得了这笔钱，对吧？你如果搞不定，你这个钱也拿不长久，对吧？这个嗯。在公司来说都是会有所考量的，对吧？我看那个田园栋的采访，他其中有一句话还是蛮启发我的啊。他就说他自己的反思，为什么他们后来没有做的特别Llama 4没有想象中那么成功？可能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让不懂的人来领导懂的人。嗯。呃，那我在想说，那小扎的这个变化，虽然说看上去是花了很多钱，但可能是说，就是我们老是说，其实这个战略决策这个方向最重要，是因为你那个梯子下面可能有很多人都会爬墙，对吧？都会爬梯子，都很厉害，researcher 也好，或者做 application layer 的人也好。但是你那个墙如果搭错，那个梯子如果搭错了方向，strategy 方向就是错误的，等于大家都在使劲往错误的方向爬，爬的还很快很厉害。那他现在是要揪这个问题，所以他要从上开始说，我要先把这个梯子搭对了墙，然后再往上爬。我觉得他可能是下了一个大的一个决心吧。那他肯定也计算过了，说做这个动作会甩掉很多人，对吧？你把一个梯子从这个墙甩到另外一个墙上，会甩掉很多人。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考量过的。然后甚至于你看，他还主动这个割腕，对吧？自己主动先去掉了600个人，所以他应该也是算过成本的。所嗯。以最终他还是一个技术的领导，但是他还是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 decision，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举措和投资吧。那么嗯。可能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到底他们会怎么被 measure？刚才唐磊说的，他们接下来可能几年有several hundred millions of dollars of equity，对吧？那这些都是 attached 跟他的最终能做出来什么是相关的嘛，对吧？时间是检对。验一切的，呃呃，时间会检验一切了。嗯嗯。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像他们招的这几个 top talent，本质上都是 executive，就有点像一个公司，比如招一个 CEO，对吧？CEO well paid，嗯well compensated，嗯对吧？然后嗯那你怎么确认这个 CEO 确实是值这个价的，对吧？就是说嗯这我觉得对于这些 top research 来说，它本质上也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点我想说一下的，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和紧迫性上，可能Meta 可能确实有点吃紧吧。就是说，你看这个 AI 从3年前这个 ChatGPT 出来以后，这个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感觉已经过去了，沧海3天已经过去了，已经带了好多轮了，对吧？其实才嗯，2、3年，对吧？是22年开始的嘛，对吧？那个 对啊。ChatGPT 发布，对啊，就3年前11月份 ChatGPT 才出来，对，对吧？然后就感觉整个 industry 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然嗯后 OpenAI，然后 Anthropic，对吧？然后 Cursor，就各种各样的公司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所以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可能小扎在自己考虑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想把内部一个团队调整出来，OK，整个架构、整个方向，然后调整出来，摆到一个正确的角度上，然后再进行 execute，那样的话可能花的时间会要多很多。就是这个在 AI 这个技术浪潮情况下，已经不允许在你花，比如说折腾个6个月时间，把整个组织架构，然后重新调整好。这能不能调整好还是回事啊，就是说它内部调整可能就需要花可能大半年的时间，对吧？那与其这嗯。样，我还不如直接从外面空降过来，然后从头开始，就像我们写代码，就是很多时候 build 一个 system，特别是那种现有的系统，你一看，哇，这个要改实在是太难了，对，太多 很 depth，多很多时候你做，直接另起炉灶了。嗯对吧？很多时候你直接做一个 refactor revamp，我说还不如直接从头开始写吧，我觉得这样更快一点，对吧？是的，是的。对吧就像你这，所以你就 build 一个 organization 也是一样的感受了。嗯。嗯刚才 Rita 提到那个那个田园栋的采访，我也看了，我其实感触特别深。当他提到是一个外行在管理内行的时候，我感受特别深，是因为我当年早年在易贝的时候，易贝那个时候现在可能是日薄西山了哈，当时也逐渐日薄西山了，但是它还有一些余晖，还有一些这个早期这个第一代互联网公司的余晖。它其实内部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AI research 的一个团队。当时我是就直接跟他们组一起在合作，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有例会嘛，别的部门例会的汇报都是说，哎，我这个产品对吧，我的 roadmap 做到哪一步了，对吧？我这个什么什么 feature，对吧？我那个新的一个什么什么项目，我落地有多少用户，怎么样，就是汇报这些。然后到那个 research 的汇报就是说，哎，你看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算法哈，我现在最近一个月正在想办法提高这个算法的什么东西。然后我那边又有一个什么一个架构哈，我也在研究。然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那个 leader 在听这个汇报的时候，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就是对吧？他作为一个 business leader，他想要 drive 一个 result 的时候，他哪有时间来听你做这种很长期的这个研究？我觉得 fundamentally。并不是说哦，现在是一个外行来引导内行，所以导致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现在很不巧，你研究的领域现在发展的如火如荼，外面的已经是烽火连天了，对吧？各方诸侯已经杀的是面红耳赤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把你再放在家里，慢慢的给我在这里做研究，你必须能够跨上战马，拿着枪出去跟别人真刀真枪的拼了。那你能不能拼？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仗给赢下来？这个时候就是最重要。所以你再把原来的那些10年这个过去10年研究的这一套搬出来，其实现在就不管用了，并不是因为新的一个说外行来了领导你们，而是说现在这个局势逼迫着这个公司要看见收益，要看见成果了。而如果你还不能 deliver 可以让大家可以看见的成果的话，那这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 mismatch。我觉得更多可能是这是是是。个角度。对，就像我老祖宗讲，要天时地利人和，对吧？现在是嗯属于你必须要在短期内要出现成果了，对吧？而不是说，其实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已经好几十年了，对吧？那最近从22年开始，这个火候就到了嘛，那大家这个思考的这个口径就不一样了，对吧？不像以前啊，我还做一个 fundamental research，futuristic，现在就是流行的话讲未来以来，嗯。而且包括我们，是因为哪怕我自己是做 HR 的，天天都在想，哎呦，我要不要去学一下 vibe coding 啊？我的工作当中，然后我要有这个 substitute mindset，每天要想一想，我哪些 repetitive 的工作是可以通过 AI 的工具去把它做掉的，等等等等。所以真的是未来以来了，嗯。你可以啊，我这第2集就是 Web Coding 啊，欢迎看一看我们上期的节目，好怎么做 好好。Web Coding。呃，对，而且现在因为你原来比方说10年前你做 AI research 其实不花什么钱的你就养一个团队，其实花不了太多钱，他们做一些 research 研究一些算法什么之类的，完全没问题。现在这东西太花钱了，因为 GPU 在那烧着呢，对吧？嗯。你训练一版大模型要跑多少个 GPU 在那儿？
对吧？它已经没有这个容忍度在那里，让你用大量的时间资源再去做纯的 research 了。所以这确实是怎么讲？有时候时代浪潮来了，一方面你觉得好事儿，对吧？哇，这 AI 终于成熟了，我研究这么多年领域终于被人看见了，哇，现在你嗯看薪酬都是以亿计算，对吧？我们又更值钱了。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不能再用原来的老路来做 research，你必须要嗯跟实际结合，才能够在这波浪潮里，能够撑下去，能够突破出去。嗯我觉得这是是所有在 industry lab 都有一个挑战吧，就是说你从贝尔实验室，就是各个以前大公司的事，就是这种偏 research 对，这其实不这是个带过来。新问题，对吧？这一直就有。对，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正在啊、正在一个峰顶上，就是在那个就是 business 很好，然后有足够多的资源，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挑战，就是没有大的 crisis 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这个 research lab 你想干嘛干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啊、基本上一个 common theme 就是当公司业绩不好的时候。很有可能 research lab 就是本身就是它很有可能就第一波遭殃，第一个被砍的就是 是吧？researcher，是就是吧？说这个是你看各大公司都是这样的情况为那个 Microsoft Research 好像当时就是以前那个这个那个 Ballmer 就是以前反正也考虑过要，Steve Ballmer 啊，对 这波 Steve 嘛，Ballmer，然后他们那个业务不大好嘛。然后后来据说是，Bill Gates 自己用个人的这个，比如说那个 Microsoft Research 的钱，他来 handle，就是他就是把这个保下来，相当于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把它保下来，对吧？所以这个是例外我觉得就是说，从公司的角度而言，我觉得特别是在硅谷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领域的，你基本上都得就是居安思危，就是因为这个科技发展的太快了。你对，看诺基亚，看摩托罗拉，对吧？曾经多么风光过，对吧？然后突然一下子然后说这个公司已经破产了，或者是某个部门又已经完全卖掉了，对吧？然后做手机的也是一年一个翻新，然后前几年还听得到牌子，过几年哎又不见了，对吧？然后所以就是说，他从公司的角度而言，你必须要保证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就是说，比如说 AI 这一波那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要 all in AI。就是说你更加不能再 miss 掉这个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有团队能够在 AI 这个领域要有一定的话语权，要能够领先。如果是已经做到了一个东西，那你还有其他的这些，比如 researcher 或者其他部门做一些可能短期内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就像 Google 吧，Google 它其实 AI 现在终于 catch up 上来了，它同时还有在做 quantum computing 做量子计算的那个，可能30年你都不知道能不能有回报。但是它确实是，就是它这个情况，它 AI 已经至少能够 catch up 上，所以它不用担心那个问题。你要做 quantum computing，你可以继续做。但是我个人就，如果 somehow 他们在 AI 这一波浪潮或者怎么样，或者 business 比较吃紧的话，那很有可能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 research lab，那也许可能就要像比如说减少投入，或者是甚至有可能就直接 shut down，这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这是所嗯有的所有的 industry lab、research lab 的一个通病吧。对，或者嗯是突然有一天量子计算应用这个工程得到了解决了这个最核心的问题，突然真的可以制造出这个一个可运用的机器了，那这个时候各个 research lab 就会突然 under pressure，对吧？你就不能再做理论研究了，你必须把东西给我搞定，对吧？给做出来，得去投入使用，那个时候也是很危险的，就是这也好，是田渊栋的一个观点吧。他的嗯那个主持人采访他，问他的 reflection 的时候，他自己也说，就希望不是说自己做的 research 不好，他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希望自己在工程方面可以嗯，结合的更多。对，这个可能就跟你刚才这个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啊，就是理论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实际了，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 cycle 滚得太快了，所以你要把它运用到现实当中来。嗯我觉得看个人吧。从公司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公司它从
战略上肯定是一个 portfolio approach，就是说有可能你可能八九十的这个资源你都 focus 在就是接下来1年到2年这个嗯，最重要的事情上，但是你可以可能 reserve 大概10%的或者5%的资源，就这种非常长远的，有是是些甚至是是是，于是有点，我觉得有些有很多 research 可能就根本就没指望它有这个回对，报。就是在可能10年都不会有回报，但是他很多时候他愿意招这些，比如说在学术界非常大牛过来，他就是更多的是一个 branding，就是他 support 这个东西，呃，嗯比如说像NVIDIA 在 AI 这一波来之前，他们实际上在那个就是 scientific community，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年的，就是怎么 support，比如说做天文学的，怎么就是做分析，然后用 嗯 GPU 来做分析，对吧？就是说他们嗯是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在这个 science community，然后做了一定的耕耘。当然，他们同时还对这个 gaming community 就一直用他们 GPU，对吧？后来挖矿也嗯用他们的，然后现在又来嗯一波 AI 的，就是嗯，它有实际的业务，同时它也有就是有一些未来的，嗯，就本质上是一个 portfolio approach，就是你是是是。战略上有个理论应该是叫 three horizons 吧，就是说你有一些眼前的，有一些中期的，然后还有一些更长期的，对吧？不见得你每一次都 bet 准了，但是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讲说 planning 比这个 plan itself is more important，yeah。嗯嗯，我觉对，得刚才你们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就是你们就是在这个田园洞，他也提到过，就是说好像提了，反正各种采访都提到，就是说当初做这个generative AI 这个领导人可能 somehow 不大适合，或者是方向没有定得太准，然后现在你看 Meta 招的这个人，我觉得也是一个 big question mark，就是未知数 对啊，X factor。嗯就是说嗯，你如果一个 leader 没招对的话，就是他定的方向没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下面的人再怎么牛，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劲，对吧？是是是，就啊，对。所以我很好奇，你们对于比如说新招的这个 head，就是作为 AI initiative 的人，你们是怎么看的？我其实对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技术层面我并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我如果从这个公司 leader 管理组织的角度考虑这个事儿，其实我感觉小扎就是想要一个在业界能够证明自己，已经证明自己的人，来 lead 整个 AI 项目的落地。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最看重的这个当下最看重的这个时机，因为很多人也 question 嘛，说他也不是，就好像他们内部人出来说，这叫外行领导内行，对吧？他也真的不懂这些 AI 下面的这里面的这些技术。说实话，我很少看到就是 successful leader 真的把一个产品里所有的技术细节都弄得很清楚的。大部分成功的 leader 他并不清楚这个技术细节，而且他也不应该真的要钻到这么一个底层去理解这个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 leader 来说，他就是要 set 一个 direction，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这个 leader 把方向搞错了，你下面人再努力也没有用。所以他嗯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个事情、这个趋势、这个 trend、这个 technology，它会往哪个方向走。这个产品应该从什么方向落地？怎么样做这个事情能够给公司带来最大的价值，对吧？这个团队应该怎么样凝聚我们的这个凝聚力，大家一起往哪个方向努力？这是这个 leader 最应该要做的事情。你看他们说现在新成立这个 TPD 团队在 Meta 里面有无限开火权，对吧？所有的事嗯情，大大小小事情 AI 相关的他们都说了算。嗯我觉得这就是例子，这就是小扎下着决心，就是说我们现在是 make a big turn，嗯我们一定要落地，我们一定要结合实际市场情况，我们要产品一定要做好，那让这个团队来 take the lead，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到一个正确，走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我觉得让时间来检验吧，因为毕竟我也谁都不认识，对吧？这些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能力啊技术，但至少从这个
过去的这个 experience 看，他至少把一个公司能够带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啊。任何一个 startup 嗯，做到一定的规模，它都是对对对，经历过了很多的困难和 circle，对吧？所以我嗯。觉得至少值得给一些时间让他去尝试，然后我们再来看效果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本身从框架上来说是 OK 的，就是作为一个 founder 加 CEO，这个小扎做的这个决策，肯定是在现在这个情形下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但具体这个人行不行，这个就是只能用时间来检验了。对的，我们每个人也没有水晶球，对吧？能够预测未来，都是马后炮嘛。比如说现在大家一说起来说，哎呦，马斯克这人很牛，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创业，做啥啥都成，有点那种梅达斯点石成金的手，但是这都是马后炮，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小扎在他的这个现有的认知范围内，觉得这是他可能 safest bet。对吧？任何事情可能都是个 bet，但是他这可能已经是他觉得他 safest bet，就像你说，他不管怎么着，这个 Scale AI 人家做的还蛮成功的，对吧？至少成功的上市了或者干嘛的，卖掉了或之类的啊，所以，呀，我觉得这是他的 safest bet 了。如果真的找了一个一而再再而再创业都成功的，人家也你9位数10位数也请不来了，对吗？人家就自己去干了，对吧？小八也不是没有 approach 过其他的人，估计对吗？其他的活动，对吧？对，对，而且其他公司现在很多公司发展也不错，对吧？为什么要去你 Meta 做这个事儿呢？对吧？所以嗯你不花大价钱，确实也是很难请得动啊。嗯，而且还还还有一个情怀的问题吧，我觉得可能有些呃嗯。这种比较 top 的人才，他在 finance 上已经自由了，他不在乎他更多 care less，就是不是太在乎那个。但钱就是 financial 上配得好，我觉得这个是好事了。但是可能他们更多的考虑就是说，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能够让他做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吧？对啊，嗯所以我觉得，呃，至于像 TPD 现在招的 Alexander Wang，他确实是挺聪明的一个人，然后好像是 MIT drop out 的吧，然后做 Scale AI，然后把这个公司也确实做的有模有样，就是就像左耳说的，你很多时候你说一个 idea，你最后做成了，那你说事后人家都说你牛，是你那时候说的那是 visionary，如果你没做成，那就是你那时候是忽悠，对吧？所以这个完全是看你最后结果而言，对吧？是 visionary 还是这个忽悠，就是看你做成了没有。嗯嗯。嗯，对，我又想起来，我当时在易贝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例子，当时从 Apple 挖了一个 leader 过来做 product，当时大家都觉得易贝的这个整个的 tech stack 太老了，对吧？这个 UI 也很老，然后app 也看上去像上个世纪的 app，一点也不 fancy。Apple 嘛，以设计为著名，对吧？所以想他挖过来给我们的这个 APP 好好的给它renovate 一下。结果新的那个版本上线第一天 GMV 掉了5%。呃，当然了，因为这个易贝的 customer base 决定了，大家都 avoid change，对吧？我一个购物 app，然后突然有个大的 change，我怎么去买东西，在哪儿都找不到，肯定会影响嘛，对吧？然后这个立马这个新的 app 就被 roll back 了，然后就因为在这个巨大的压力下面，就是确实是嗯很难就坚持下去。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说这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个人，说实话，后来他离开易贝以后，现在是其他一个3D modeling 的一个公司的 CEO，这个公司也被他带上市了。就是他个人的能力，不管在 Apple 还是在后面都证明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呃，但是在易贝这个环境下，当时他就是没做好，所以你要说这里面谁犯了很多的错误吗？我觉得也倒不一定，有时候就像瑞塔说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对吧？嗯你各个因素拉出来看，好像都 work，但合在一起它就是不 work，那你就没有办法，有时候也很难避免，所以真的只能是说，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吧？这个能做好就 everybody is
，it's fine，大家都高兴。做不好有时候也是没办法，但是至少小寨还是有勇气去做这个决定，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的，毕竟 founder 有这个无限对，开他又是火权。创始人，他又有钱，他也不是很在乎你们怎么评价我，不是一个雇佣经理人，对吧？我很对，在乎，我是 manage by quarter，他不是的，他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想要朝进的方向，对吧？其他方面他反而可能不像一个职业经理人考虑的那么多了，对吧？嗯，对。所以你换个角度想，Meta 对吧，在一开始的稍微领先，到现在稍微落后，就急得不行。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对比的公司，一个是 Google，一个就是 Apple。一开始 Google 其实也好像挺落后的，它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Google 要完了，对吧？以后谁还用 Google？ChatGPT 对吧？这么多么先进的这个科技。你感觉 Google 是另外一个柯达的感觉，对吧？你最先做出嗯了数码相机，然后你自己又没好用，然后被别人的超过了。哎，但你会估计 Google 慢慢的它赶上来了，对吧？Gemini 就是一开始还有叫 Bard，对吧？然后也嗯经历，Google 有很多 过很多 name，风雨啊，他们也嗯。是对吧？产品又换名字，又换路线，哎，但是慢慢的它就 catch up 上来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就是在 所以你是想说一切都是浮云吗？都是历史的一瞬间？哎，你看人家至少小扎敢于冲在风口浪尖，对吧？你看人家苹果啥事儿不干，就苹一直处果真的是 在落后，大家也不提他。苹果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那 Siri 对吧？其实你要想说 AI 这个应用场景，最应该应用的就是手机上有一个 AI 助手，能够把这个手机所有东西都 AI 化，它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对呀，对呀。他然后现在他号称 大家，Apple Intelligence，对呀，但对呀，是笨的要死，笨的要死。就对，就就很奇怪。所以刚才那个瑞塔有提到，对吧？小扎是创始人，他不是职业经理人。我觉得这确实是，就这样。Tim Cook 他就是个职业经理人，他确实他本身也不是这种猛打猛冲的类型的性格，他还是很稳重的性格。所以你看，他就不会做这种花1亿块钱花1亿刀去挖人这种疯狂的事情。嗯。但就看接下来怎么发展了嘛，对吧？大家都在说这个未来的 AI 状态下的这个 access point，这个 gateway to AI 已经越来越重要了。那是不是将来还会是呃 Apple，对吧？这个生态可能慢慢的也会发生变化的。对。哎，我好奇啊，Rita，如果你的这个 business partner CXO 什么之类的，对吧？说，嘿，我今天我要花1亿美金的 package 去挖一个人，你会怎么想？如果这事落到你头上，花1亿肯定有点夸张了，我觉得我们 CEO 大概也赚不了那么多钱。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我想说，畅想一下。只是比如说 10x，对吗？嗯如果是说，我想说，我们其实也提到过的，大家也在提说，我要花 10x 的钱去招 10x 的 talent，因为大家都被那个 Steve Jobs 的那个他的 central 的那个 design team 的那个思路有一定的影响嘛，就说他公司可能这个 brain of the brain really 可能嗯，是他要招的大脑最好的人。皮质，对对对，就是这1000多人的这个 designer，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要花这些钱去做这些事情？当然这是一个 choice 啦，任何事情到最后是一种选择，对吗？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一个 life or death 的一个 critical 的一个 role，我觉得应该要花这个钱的。我觉得公嗯司也是愿意去花这个钱的。就是你到最后公司最后你把你的人抽象，如果你做这个 life voting exercise 的话，救生艇啊，最后我就剩下这点人了，那我要把这些人是关于我生存那个存亡的生死存亡的一个决定性的 role。我应该是愿意的啊。我嗯觉得事实上有没有说夸张到说要 10x，可能我看到的公司里面都还是比较保守的，对吧？没有嗯像这种创始人的公司这么，或者说创业公司自己愿意可以去做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一些决定的，没有那么多监控的话，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会愿意去对于一些非常关键的 role，肯定是会去differentiate 的。嗯，对，我觉得可能创始人，我觉得这个确实有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空间吧，就是可以操作。就像我们如果是早期创业公司，确实 critical role 的话，这什么都可以谈，对吧？就是你要拿多少 equity，然后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谈的，就是因为你本身是要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这个 financial 上跟个人的配跟整个公司最后能成与不成，我觉得相对而言还是就是占的 fraction 不是那个太多了，对吧？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没做成，那 doesn't matter，做成了也 doesn't matter，因为你做成了，你的公司业务好，他付他多一点工资，或者是well compensated 也 doesn't matter。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其实就我觉得那其实就都it's not a big deal。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于大的公司有一个 challenge，就是你空降过来的人跟现有的团队的怎么整合，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这么高价钱挖来的人。对高价钱挖嗯过来的人，然后当然现有的团队，基本上我们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就是你有个新的头过来，这肯定会有 reorg，然后基本上第一步就是先砍人，这个是基本上所有的新来的领导做的第一步，对吧？然后砍完人以后，然后你再怎么把这个组织架构整合。我不知道像 Rita，你因为做 HR，你可能这比较了解了，就是说对于特别是就是不同的职位了，就是可能更多是在大厂打工的人，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说，特别是对于这种 organization change 啊，特别是有空降的领导过来，嗯，你是说从这个领导的角度，还是从这个 organization 怎么样 land 这个人的这个角度？唐磊，你是不是想说从 employee 的角度，作为我是看。团队成员的角对。度？对，从 employee 的角度，当然从公司也有了，就是公司你一个新来的人，他怎么调整这个架构，公司组织架构，然后真的能够把这个就是你花大力气挖过来的人，能够让他有效的在这个公司做成这个事情。嗯，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最好一个人是既有战略眼光，就是又有 IQ，又有 EQ，又有所谓的 RQ resilience 这种 quotient 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能很 visionary，然后还很善于识才用才，团结群众，然后有很好的价值观 belief，这是一个完美的，对吗？那我们群众也不傻。群众看到了这样的 leader，其实你也是会被吸引的，对吧？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 visionary、非常有魅力，执行又管得很好，然后又很会 relate to people，然后我真的觉得被你看到了，每天跟你聊天都觉得又有启发，又被你看到了，觉得我被你们，当然大家会跟着他的。当然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然后我们正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所以这个世界才比较有意思。那从组织的角度呢，就是说是怎么样给他。这个可能听上去有点 jargon 了啊，就是怎么样给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onboarding 的一个计划，嗯怎么样结合他个人的情况，然后这个 team 的情况，怎么 make sure 这个 forming 和 storming 的 stage 一定会经过的，因为不打不相识，一定是会经过这个过程的，因为我没有人是完美的，然后是人社会就有江湖的，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呀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通过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包括之前给他配备一些很好的 onboarding 的团队啊，有人给他讲公司的来世的今生啊什么的，然后有很好的 executive coach 去给他帮他做一些 periodically 做一些反思啊等等，都会给他有这样的一些辅助机制。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觉得也不是说人家来了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人带来，这绝对不是他的首要目标。他的首要目标是说，为了我自己想要达到的这个战略目标，我需要配套什么样的人。那当然，我们都是人，你都是想用自己用的比较顺手的人，然后沟通的成本比较低的人，所以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见得觉得好像很多 leader 一来换人干嘛都是为了打造自己的王国啊，我们说出来是 build 着自己的 empire 什么的。感觉上最后可能现实上是 build 了自己的 empire，但实际上人家也是为了要把事儿能够做成嘛，对吧？我们都希望身边有人能帮到自己，你不希望天天有个人在旁边
把你往各个方向扯，所以最好是大家能够 row the boat together，所以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有时候呢，招的人，包括刚才 Roy 前面讲的一些 case，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那这个从公司的角度，就是说你要保持，至少我认为啊，要保持一种客观的，就是冷静的来分析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因为你需要太大的改变，fundamental 的改变，但是这个人他就是进来做这个 disruptor 的，但是 disrupt 的过程都是很 painful 的啊，没有，如果很顺利了就 disrupt，那就不叫 disrupt，对吗？它一定是比较 painful 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judgment call 到 at the end of the day，AI 替代不了的是这个 judgment call，说他现在做的这一切是在好的 disruption 上面，还是在把我们这个组织给毁掉了啊？它到底是一颗老鼠屎，还是真的是一个 change maker？这个还是蛮主观的。然后我觉得科技公司怎么说呢？会不会好 好 measure 在比较说 tangible 的检验的，产品？对，检验的渠道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吧？就是你这个要么这个产品做成了，或者是说这个效率提升了蛮大的，呃对，所幸就检验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但是 leadership 是不是有这个决心和决策，是说及时止损？这个我也是看到了，因为大家都是还是人，有时候自己招来的人可能总归你会犯错误吧，招来的人可能是错的，但是自己也不愿意证明是自己错的嘛，我们都是人嘛，所以有时候还是会看到，就是大的组织里面你会说，哎呀，怎么大家都看这人不行，为什么还不做这个决策呀？也正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有时候还是会犯一些人会犯的错误吧。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员工的角度往上看，跟从公司角度往下看，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 hire 了一个 leader，公司是想着我要用这个 leader 来 achieve some goal，对吧？那底下员工看就是说，哎呀，换老板了，哎呀，这个新老板原来是什么什么公司，哎呀，谁是他的自己人，对吧？他这个跟我们原来的老板哪里不一样，哎呀，他好像对我做的这块他也不是很了解嘛，就是他们会关注更多就是在日常工作中他能够看得见的东西来评价嗯这个 leader 是不是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也要更多的做这种事情，就是帮助团队和 leader 能够很好的 work together，更多的通过 vision 和这个就是 go 的这个 setup 来 align 这种合作，要不然这个东西一旦有一些误会在里面，一个新的 leader 其实是很难 immediately，就好像瑞塔说的，他除非是个很完美的人，对吧？又亲和，对大家又如沐春风，对吧？跟大家关系就搞得很好，但是你想，他既然是从外面招了一个人，说明这原来这个 organization 至少 leader 认为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那他肯定要来 fix 这些 problem。那当 fix problem 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跟现有团队会有冲突、有摩擦。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公司在更多层面上去帮助他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更多的沟通也好，还是更好的这嗯。个 communication 也好。不过我说一个观点啊，我自己因为从最早是从 industrial company 开始做的，我最早是在极易，然后慢慢的进入科技公司，就 Microsoft 啊、Cisco 啊，呃，以及最近的公司啦。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可能其实跟我做的这个 function 是有点背道而驰的。我现在觉得在我们所在的这个 sector 里面，这个科技行业里面，最重要的可能 more than 50% 是你在哪个赛道里。就是所谓的 swim lane，这个是最重要的。管理 only matters when you reach certain level，以及就是说你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在一个好的公司就是发展，比如说包括这个 Alexander Wang，他这个 Scale AI，或者是现在 Perplexity 或者怎么样，这些小的公司，也不说他不小了，人家也不小了，但是他再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赛道上，有时候这个领导你说，哦，这个人真的不行 horrible，或怎么样，嗯但是人家 doesn't care as long as we are growing, everybody is happy，就是说他的一些不好的地方都被这个行业赛道的这个快速成长的光环给
掩盖掉了，你知道吗？就是被这个光芒已经扫掉了，这个阴霾就过去了。所以科技为王的一个时代的话，我是觉得你在哪个赛道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组织的发展超级快，哪怕你其他的一些能力没有跟上啊，管理上的，哎呀，我们怎么一个 manager 还会说出这么不近人情的话，对吧？会这么讲出这么歧视的话，是要注意的，是要 correct 的。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它的主流大家都 focus 在那个增长上面，你其实嗯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来看我在管理上、局部上有一些哪些不足的。一定是到了成熟的阶段，就是就像唐磊你们做创业公司一样的，对吧？你0到10人、10到50人、50到100人到100人以上，你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就一直在蓬勃发展，哎呀，我的 grow 都来不及啊，我玩都来不及啊，我还考虑什么其他的？哎呦，我可能这儿没整好，那儿没弄好，对于创业公司来说，生存。最重要的方向对，就是对最重要的，exactly，就是所有的创业公司最后死掉，都是绝大部分就是因为你就是 work on the wrong problem，就是你嗯，赛道没选对。是是是是是，最后你说什么 execution 啊，然后说或者是你创始团队有这个不合啊，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要，但绝大部分就是你不管再怎么折腾，如果你这个方向没选对，那就是再怎么磕也是死是。磕也是最后是一个 dead end，对吧？对的，这其实 echo 到这个，我觉得也不是创业公司了，又 echo 到这个 Meta 这个事情上面了。他为什么要从上做出这么大的这个改变？其实也是他觉得他的方向需要改变。的调整，嗯对吧？对，嗯大公司的话，你要调整更加需要这个从 top down，就需要从上往下，这样才推得动。呃，嗯所以呃，所以这样看的话，其实我觉得 Meta 还是挺有魄力的。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也是最快的能够让他 move 到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说有这个机会能够重新回到至少在 AI 这个赛道的第一团队吧。就是现在他们已经嗯，完全从第一团队踢出去了，对吧？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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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如果中国人的老智慧理论就是说，比如说以后也会是什么三足鼎立，对吧？那他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 equation 里面？不在了。所以，对对对，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想前面那个说的那句话，说外行领导内行，其实你可以看出这个团队当时对于这个新的 leader 的一个看法，对吧？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事儿，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不可避免的，it's not going to end well，对吧？如果你是说我们 vision 没有谈拢，或者说我们在产品的这个 roadmap 上有分歧，我还好理解一点。如果仅仅是评价一个外行和内行的关系，这就说明在 fundamentally 两个人想要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嗯嗯所以呢，我其实有个不大，我觉得这个 phrase 不大对啊，就是外行领导内行。我觉得这个不是外行内行的区别，因为你看在作为领导的话，他其实他只需要在比较重要的决定上做出对的决定就可以了。嗯对吧？就是说，就算是 AI，它也只要，比如说，说白了，比如说 Facebook、Meta，你要走 open source 还是 closed source？你要你要走，或者说你要往哪个方向使劲发力？比如说 reasoning 或者是 multimodal agent，嗯说我这个产品要 focus coding agent，还是说我要 focus 这种 consumer facing 的 chat，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我觉得这些的话，我觉得它不需要说这个 AI 本身这个技术太懂，嗯就是他需要就是说能够做一定的调研。他说 OK，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需要 focus 在这个方向，这个把这几个最后这个东西事情做不做成，可能就那么两三个最重要的决定，你走对了就成了，对吧？嗯所以嗯所以我其实跟我创业的朋友也是，很多时候你每天都非常 stressful 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你退一万步想，就是你这个公司成不成，最后就是可能就是最主要的那两三个决定，你把它做对了就可以了，或者说在整嗯个创业的过程尽量少犯错，少走弯路，对吧？所以嗯
所以我觉得你就像 Meta 现在招的人，你说他 Alexandra Wang，他是外行，对吧？对吧？以前那个以前做 GAI 的那个领导者，他其实做 machine learning 非常牛的，也许不是做 LM，但他确实是在 嗯 AI 和那个 machine learning 他很强的一个 researcher，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外行内行的区别，我觉得更多是说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把最重要的几个那个问题想清楚、想透，然后能够让这个团队 focus 在正确的方向上。所以这个就很难从他现有的这种 education background 或者过去的经历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还是只能事后论了。因为有嗯，的时候我都想起那个以前看汉武大帝的时候，卫青、汉武大帝都出来了，卫青和霍去病，卫青就是实打实的，霍去病你想他那时候出去打仗就800个骑兵，然后骑兵18岁冲过去，狂奔800公里，把人家匈奴给扫掉了，对吧？你说这个是外行内行，你这个根本就不知道，但最后他就成了，成了以后，汉武帝就一直想用他，可惜最后英年早逝啊，对吧？所以嗯，那个所以所以这个我觉得看就从相当于是我们是吃瓜群众看的话，就接下来看这个1、2年到底怎么发展吧。嗯，对，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赛道嘛，对吧？就是关键的几个决策，赛道选对了，方向选对了，grow 好看，啊，其实就都没有什么问题，再大的问题大家都不会觉得是对对对对，问题了。大家觉得每年股票翻几番，对吧？我没有问题啊，我们是忍受2句骂又怎么样？我的领导是个对吧，根本不懂，又怎么样呢？对吧？哎呀，OK，好，那个非常开心啊，我们这个我们这吃瓜群众，说实话，我们都是吃瓜群众，我们真的也不知道这个 Meta 他们就是内部是怎么讨论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但我们仅从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我们来结合我们的一些行业的经验，谈了谈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我反正聊下来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嗯，那我们就差不多，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可以的，并且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很快可以有续集的，对吧？大家看到底情况发生什么，不需要等50年。不需要。我跟唐磊开始说我们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刚开始 Meta 花大价钱挖人的时候。我们当时嗯，说，我们要聊一聊，花这么大价钱挖人，对吧？到底怎么样？结果我们节目还没安排上呢，这个都已经后续了3、4集了，不断的又对对对，反转，又裁人了，然后杨嗯，丽坤又走了，然后哇，就看戏一样，真的是太快了。是是是是嗯。是是，好，好，那感谢两位的宝贵时间，非常开心跟两位有一个交流和沟通。那我们后续再关注这事情到底怎么样，也许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来 follow up 这个事情的进展。好，感是是是，谢两位，好的，谢谢，也许好，周末过愉快，拜拜。过3个月以后，我们又可以出新的续集了。是是是是可是，以。我们自己如果有每人写下一个这个自己的预测啊，然后3个月以后看看准不准。给我们 bet 一下，就是 Alexander 王能不能够 turn things around，bet 一下，对对对然后我还是希望他能啦，我还是希望他能啦，就是对，要充分呃。竞争。哎，在硅谷华裔的领导者本来就不多，对吧？嗯嗯，能够做出来，我觉得都还是应该要鼓掌，要支持。并且可以把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个 AI 再 carry 的远一点、高一点，对吧？对对对，嗯，嗯，好，那今天就好，好，先这样，谢谢两位，那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